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地狱，我是 Nico。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你们和未来恋人的这种相处模式是怎样的？那在我们面前有三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会做出一个解读。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啊。第一组牌的话，我们抽到的这张圣杯三啊，你们和恋人的相处模式，我觉得可能更侧重于是从朋友的关系升级到恋人的模式，就是你们有一个朋友关系作为基础，两个人彼此知根知底的感觉。而且圣杯三本身也是你们非常注重在一段关系当中彼此的沟通和交流，是否有这种精神上的契合度，也就是说你们未来的恋人他一定是能够和你们聊到一块儿的。有着非常相似的三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而且这个人有很强的水象能量啊，圣杯骑士，所以说这个水象能量反而是他有一点恋爱脑，就他在感情当中特别的理想主义，会用一种非常炙热的方式来表达爱意，很浪漫主义的感觉。而且这种性格的话呢，就是他们在这段关系当中是他们主动追求你的，有一点单方面付出的感觉。甚至是有一点那种为了所爱之人一掷千金，所以说你们前期的感情会被对方的这种非常迅猛的攻势所打动，甚至啊，我觉得有一种可能是他们会为了你们放弃自己的工作，所以说你们一开始可能是异地的，他可能会跑到你们的城市来见你们的这之类的，而且他们对你们的这种感觉其实是一见钟情的。虽然说你们一开始是做朋友的，但是，实际上，他对你们是这种一见钟情的。可能你们对他的这种感觉，并不是一开始非常炙热，所以说你们是从朋友慢慢过渡到这种恋人的。嗯，所以说这个人他会为这段关系做出很大的牺牲，会为你们付出很多。那么宝剑三呢，虽有这个有一个权杖三，还有一个是宝剑一啊。那么这一段关系的话，我觉得你们在这段关系里边其实是有一点若即若离的，就尤其是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对方对你们的热烈的追求，你们会反而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说这种感情，我觉得这可能和你们自身的这种，嗯，所经历的事情有关吧。你们崇尚的感情会经历一种转变，就是你们一开始也是追求那种非常炙热的恋爱的，因为在你们情窦初开的阶段非常缺乏自信，很容易对能够提供安全感的人产生依赖，有时候甚至习惯将朦胧的好感转化为持续的动力。有时候很害怕自己被拒绝而长期处于暧昧的状态，但是伴随着你们经历的一些感情关系或者说暧昧关系之后啊，你们会进入到一个成长期的阶段，你们会发现追求理想化的爱情会因为现实的落差而感到失望，所以你们在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变化之后，可能会建立起一种对于感情更成熟的认知，就是爱情不等于生活，更注重情绪的稳定性和生活质量，会把自己的择偶标准转向为那种能够给自己带来持续满足感、稳定，足够稳定的关系和伴侣啊。所以说，当这个人出现哦，当他们对你展开猛烈的追求的时候，我觉得你们是头脑更清醒的那一方，因为本质上来说啊，你们在感情当中其实是有一点缺乏安全感的。所以说你们可能会对这个人做一些测试，或者说设置一些门槛吧，看他是否足够真诚。星币五这张牌就是，我觉得你们在原生家庭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遗憾吧，有一些创伤或者说缺失的爱，导致你们在感情里边其实看似非常的冷静和清醒，其实是有一点患得患失的，或者说缺乏安全感。而且高塔牌也代表的是你们在感情当中也曾经为了一个人或者说一段关系而赴汤蹈火，你们可能会怀念曾经爱得死去活来的自己，但是在经历了狠狠的挫败之后，很难再那样了。可能你们怀念的也不是某个人，而是那个奋不顾身的自己，怀念的是自己毫无保留的勇敢去爱的那份热忱。所以这组牌的话，我觉得，包括这个圣杯四啊，你们就是在经历了一些关系之后，变得有一点佛系了，有点顺其自然了啊，就是能够
允许一切发生，不再强求感情必然要有某种结果，会经历一个重生，并且在这个重生当中从某种循环当中解脱出来。所以你们之前可能一直在扮演一个追赶者的角色，但是这一次命运之轮会逆转，你们会找到一个愿意对你们付出的人，就是这个水象能量的圣杯骑士加圣杯侍卫的结合体啊，它有很强的水象能量，就是他在感情当中是很沉浸式的，而且很会照顾人。我觉得他身上是有一种疗愈的能量，能够治愈你们啊。当然，这个人的话，可能也和他的成长环境有关。他是成长在一个温室一样的环境当中，所以说他们在感情当中是不会太过计较得失的。他们更多的是追随自己的内心，允许自己完全的投入，接受可能的伤害。所以说，这个水象特质的恋人，我觉得他们更多的是能够以一种不留遗憾的方式完成一个感情的周期啊。他们会将这种感情体验视为成长的必经之路。而你们通过遇到这个人啊，通过这种恋爱，通过这段亲密关系，也能够完成一种自我的修炼和自我的救赎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人的话呢，他是能够拯救你们对于感情的看法和观点的，让你们愿意重新为了一个人，为了一段关系，为了更好的自己而重新投入到一段感情当中。所以这段关系会让你们两个人都完成一种成长或者说升华，而且这段关系更像是，这种相处模式也有点像是那种拯救和被拯救的关系啊。当然，我觉得这段关系呢，我觉得你们会把更多的部分放在共同成长上面，就是会一起去体验会有一个深度的绑定吧，会体验一些，比如说跨国旅行啊，或者说一起学习、接受挑战，然后深度的磨合。我觉得你们会因为这个人的出现而打开自己，所以说这段关系的这种相处模式，我觉得它更像是，就是真正的爱并不是相互凝望，而是两个人一起凝望同一个方向的这种感觉啊。你们两个人在这种相处的过程当中会，更像是志同道合的伙伴一样。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那第二组牌，我觉得我看到的是你们和未来恋人的相处模式呢，它是那种相得益彰的，两个人的性格刚好相反，但是又能够完美的契合在一起啊。大体上来说呢，是水象加火象的这种组合，就是感性加理性。一个人性格冷静，逻辑思维清晰，善于权衡利弊，理性又克制，擅长制定计划，注重社会身份，习惯用逻辑来解决问题。而且呢，对方他的这种，从牌面上来看，对方他是这种火象加风象的这样的一种能量，因为有这个 King of Swords 啊，宝剑国王，还有一个是权杖骑士，所以说对方他既属于，是逻辑思维清晰，性格冷静，但是他又有一种很强的生命力，很旺盛的生命力啊，有很强烈的好奇心，喜欢冒险，然后读书的时候学习很好，学习成绩很好，而且喜欢体育运动，因为他有火象能量，属于是那种学霸，可能还会，呃，可能还会有这种出国留学的经历啊，家境比较好，而且，呃，他们的这种风象能量的话，他们对于语言的掌握非常的好，就是他们英语说的很好，这可能也是，他们能够吸引到你们的一点吧。而你们的话，我觉得是因为有水象特质嘛，圣杯女皇，所以说偏感性多一点吧，擅长于感受、创造，喜欢自由，同样也有很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啊。恋爱当中追求灵魂共鸣啊，需要绝对的忠诚与深度连接。这种爱，它就是你们所追求的是一种极致的浪漫，但是容不下半点虚假。非常非常重视信任啊，一旦被欺骗，会陷入到强烈的痛苦。但是建立信任之后，又能够成为最忠诚的伴侣。所以说，这种特质会让你们在感情当中呈现出一种爱恨分明的特质。而且呢，我觉得这种关系的话呢，它之所以你们两个人能够在一起，是因为你们能够各自彼此发自内心的欣赏对方、赞美对方，
因为你们都具有彼此所不具备的一些特质，而且你们两个人能够融合彼此的朋友圈和兴趣差异，所以我觉得这段感情的困难之处，同样也是你们两个人是如此不同的两个个体，所以说要尊重彼此的差异性，因为这种差异性，它会成为你们两个人一开始吸引彼此的源头，但是可能也会，它会成为矛盾的一种导火索啊。这种差异的话，可能需要大量的相处、沟通和交流才能够磨合。但是这个圣杯国王和宝剑骑士的话，我觉得对方在这段关系当中可能会发挥到更重要的作用，就他们是这段关系的主导者。这并不意味着是对方更强势，我觉得是你们会愿意让他来主导，你们作为一个跟随者，因为权杖女皇其实是你们也有很强的主体性，但是我觉得在这段关系当中，你们会主动的去可能去示弱，或者说因为这个人你们非常非常欣赏他，所以说你们愿意放下自己的一部分自我，让他来去主导这段关系。可能甚至这个人的出现会改变你们原有的一些规则啊标准啊，但是你们心甘情愿，因为这个人会非常的优秀。嗯，那么这张权杖骑士包括这张星币四呢，我觉得他在感情当中他会承担更多的责任吧，因为他是主导者，所以说他会可能说更多扮演的是一个问题的解决者，因为他们有着很强的能力，而且星币四这张牌，包括这个权杖十啊，权杖十其实对应的是对方在火象能量当中，他们是呃有着一种很强烈的责任感的，就是在一段关系当中，他们会发自内心的去维护你们，或者说去承担一些责任，主动的去承担责任。而且星币四的话呢，我觉得他们是有很强的这种，怎么说呢，会很善于投资吧，或者说善于做这种资源的整合。图像的能量的话，就是有很强的稳定性和耐力，呃，行事风格沉稳有条理，注重实际的利益，能够通过长期规划实现目标。那有的时候他们可能会缺少一些勇敢和浪漫吧，但是他们会非常的精打细算，对于承诺是那种言出必行的啊，非常适合做这种财务管理方面的工作。当然，这种土象能量可能也会和他们的保守和固执有关，就是一旦形成了观念很难改变，通常会被评价为这种认死理的感觉。虽然，他们的这种坚持可能会带来一些人际关系上的摩擦吧，而且他们的这种感情呢，我觉得可能更像是一种追求稳定至上、细水长流的爱情，需要长时间的观察和确认才能够去了解到啊，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啊？而且呢，他们会很注重这种细节的关怀吧，比如说记住你们的饮食偏好，或者说准备惊喜来表达爱意。所以说，你们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会有一种很强烈的偏爱感，就是对待你们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他属于是那种非常可靠，但是又有一点疏离的人吧。这种疏离其实是建立在他们自身所拥有的这种独立性上面的。就是当他们开始忙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可能在这段关系当中，你们会感觉缺乏对你们的关注，但实际上是他做什么事情都会非常非常的专注。所以说，当你们出现问题的时候，他才会及时的出现啊。他是一个问题的解决者啊，他很擅长于解决问题，但是平时他们会沉浸在自己的事情里边。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这种平衡，可能是因为你们水象能量多一点，所以说你们的话会，就是说你们在这段关系里边话会很多，但是他的话会比较少，他是一个实干家，注重解决问题，很少夸夸其谈。但是我觉得他是会非常非常宠你们的，这种宠爱不仅仅会，可能不太会表达在口头上面吧，他们会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这件事情，就是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爱，可能还会因为你们而缩小自己的社交圈，就是会停止和异性接触，或者说和工作上的异性保持距离。虽然他们，嗯，当然，可能并不是说他们不擅长于表达，而是他们可能觉得这种表达本身，尤其是在感情当中的这种表达太过廉价，他们喜欢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爱。但是你们能够明显感觉到他们给你们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他们整个人其实是比较低调的，很内敛，隐藏在人群当中，但是你们能够瞬间感知到对方的存在。所以说，我觉得你们的这种接触的话，包括这个权杖侍卫，还有这个权杖一啊，他是，嗯他虽然说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当中有这种一见钟情的成分，但是并不是说你们两个人见面之后就会电光火石般的在一起，就是他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日久生情，而且我觉得更多的是你们对他一见钟情，但是他们在这段感情当中是比较慢热的。而且呢，我觉得对方就是从这组牌来看，他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非常纯粹的人。并且这段关系呢，它有很大概率是能够走到最后的，能够结婚的。你们的这种水象能量是能够疗愈到他、治愈到他的，就是你们在他的身边，他会感觉到很安心。所以说，这种爱或者说这种关系，它是有一种互相灌溉、互相给予或者互相尊重的感觉。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组牌啊。那么第三组牌的话，我觉得这组牌你们和未来恋人的相处模式，它是属于那种互相崇拜，或者说这种强强联合的感觉，因为有这张高塔牌，彼此互为帮手，就像是合伙人一样的关系啊，说明你们两个人的这种价值观和世界观是完全契合的。那么在这组牌里边，我觉得，因为你们的这种择偶标准呢，我觉得是，非常慕强的啊，就是你们只会对真正的强者动心啊，或者说你们需要对方有非常强的责任心和能力，他们需要在这种品格上或者说能力上得到你们的认可，而对方的话呢，权杖二，他恰恰是那种心气儿特别高的桃花，或者说伴侣，能力很强，并且他们非常渴望另一半对他们的认同啊，就是说你们两个人呢这种关系啊，因为你们两个人能力都比较强，强强联合，所以说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是如胶似漆的，但是分开的时候又能够互相独立，能够认可彼此，并且能够通过这种关系让你们两个人共同成长，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强化你们彼此的羁绊啊。而且我觉得这个人之所以特别，是因为你们想要的那种感觉，很有可能只有他能给你们。所以说你们在遇到这个人之前呢，我觉得其实你们自身是有一点不婚主义的，或者说智者不入爱河的感觉。在感情或者说亲密关系里边，你们会有很强烈的信任危机，你们可能不太信任另一半能够带给你们成长，或者说这源自于你们在过去的感情当中经历了一些不太好的关系，所以说让你们缺乏安全感和信任基础，很容易产生猜疑。所以说你们自身的这种对于亲密关系的态度，其实也是矛盾的，或者说对于这种和另一个人的相处也是若即若离的感觉，很容易会感觉到焦虑啊。但是我觉得你们是有很强烈的反差的，就虽然说你们在感情当中很难动心，但是一旦动心的话，便会全力以赴。所以说你们的这种爱，它是需要心跳感的，就是说你们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你们的心跳会加速，你们需要确认这一点。所以说我觉得你们会非常看重对方留给你们的第一眼印象，或者说这种眼缘。你们看到对方的第一眼，你们就能够确定是不是这个人，或者说你们是依靠直觉去择偶的。你们自身的这种情感是非常丰富且细腻的，可能在感情当中会有很多的内耗吧，会压抑自己的情绪，甚至有的时候会表现出一种冷静的疯狂，用一种沉默或者说极端的行为去应对压力啊。而且我觉得你们在一段关系里边，同样啊，你们也是有很强烈的控制欲的，或者说占有欲啊，就是在你们这，我觉得也是在感情当中一种一往情深的体现吧。你们会非常重视这种双方彼此的信任感，一旦被欺骗，就会陷入到强烈的痛苦。但是建立信任之后，你们又能够成为一种最忠诚的伴侣。所以说，这种特质让你们在关系里面呈现出一种爱憎分明的感觉。我觉得你们的身上是有一种双重性和矛盾性的，
兼具理性、感性、乐观和悲观，常常在容忍与对抗坦白与推卸之间摇摆。所以说，我觉得你们在感情当中也是有这样的一种矛盾存在的。这种矛盾体现在你们既渴望深度的沟通，但是又害怕被束缚，常在亲密关系和自由之间反复的拉扯。但是我觉得，之所以遇到的这个人他会让你们心动，本质上是由于你们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们并不会因此而失去自由。也就是说，你们两个人的感情是能够达到一种类似于我是爱你的，但是你同样也是自由的这样的一种非常微妙的平衡。那权杖二这张牌呢，其实也代表的是这个你们未来的恋人他是多才多艺的，在不同的领域当中都有很深刻的见解或者说造诣，可能是他自己也是创业者，有不同的项目、不同的产业，所以说这张牌对应的是他们有很强的学习能力，能够快速的理解和掌握一些技能，而且平时会非常非常忙碌。那么这张高塔牌就对应的是你们两个人平常是这种针锋相对的感觉，甚至是不仅仅是彼此促进，可能还会有一些微妙的竞争，就是你们都想表现出、展示出自己的优秀。那么这张恋人牌，我觉得很玄妙的一点就是，这个人他会出现在你们刚好需要他的时候，或者说你们非常需要一段关系的时候，这个人就会出现。而锁链牌呢，其实对应的是你们两个人的相遇非常的有戏剧性，它可能是一次非常突然的、意料之外的会面一个偶然当中的必然的感觉。而且锁链牌它有很强烈的这种命运感，就是无论你们怎么做、怎么选择，这个人都会出现。而且正义牌呢，正义牌和这张星币十我觉得它是这段感情不排除你们两个人在认识之后，这种感情的发展速度超乎想象，就可能是会闪婚的，非常快速的在一起，因为你们非常依赖自己的直觉去择偶，就是一旦你们认定了一个人，就不会轻易改变。而且我们抽到了这张射手牌其实射手它是有很强烈的火象能量在里边的，所以你们两个人都是那种对于新鲜的事物充满热情，热爱旅行热爱学习或者说喜欢接触不同的文化，具有极强的探索精神，擅长将兴趣转化为行动力。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可能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认识到的，或者说两个人在学习某种新的技能，涉足到新的领域的过程当中认识到彼此的。那么这张 creativity 呢，我觉得它代表的是你们两个人相处当中的一种创造力。就是说这种关系能够激发出你们两个人内在的创造力和生命热情，让你们改变对于婚姻或者说亲密关系的看法。那这张牌的创造力也体现或者说强调的是一种镜像灵魂的特质，就是它像一面镜子一样，能够映照出你们隐藏的天赋。而这张 Part of Fortune Prince 它代表的是你们遇到这个人之后，你们整体的这种运势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善。这种运势尤其是体现在这种金钱财务方面，就是你们遇到这个人之前的话，可能一直都是有一种攒不下钱的感觉，但是你们遇到这个人之后呢，我觉得你们可能能够快速的去积累第一桶金或者说赚到之前难以想象的财富。很有可能是你们两个人会去合作创业做一个项目而且这个人能够帮助你们快速挖掘自身的天赋。这也是为什么这段关系发展会如此迅速，因为你们会意识到对的人会对你们产生无比强大的促进作用。而且你们的这个恋人的话呢，我觉得他可能本身并没有那么在乎金钱对金钱不是很感冒，可能是因为他们从小到大都不是很缺钱，但是他们的出现反而对你们的财运事业运有很大的帮助。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